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由 Hot Toys 公司近期刚刚出货的，来自游戏《星球大战：旧共和国》当中的一名西斯尊主，他的名字就叫达斯马尔格斯，玩家基本上戏称他为小马哥，还是非常帅的。这一款呢，从开定之初我就非常期待，因为整个的预定图就是很有压迫感。特别是那一颗面雕非常帅，今天出货了，咱们就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镜头当然对准的就是它这一颗非常凶悍的头雕。整个头雕的话呢，出场时候是戴着这个下方的面罩的，当然这个面罩也可以去摘掉。整体的这个眼神包括头雕的这个细节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。但是大家反馈的我看了很多，说跟预定图有最大的区别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涂装的颜色的关系吧。我感觉之前的是比较深的，然后大货出来了以后呢，颜色相对来说整个涂装会比较淡一点。眼神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，都还是不错的，特别是这一颗可动眼真的非常帅。额头包括耳朵往上部分一些青筋的这种爆出啊，还有这种感觉就像被黑化的这种，反正说不清楚，非常帅。整颗眼神都不用调，就很大的一个压迫感。面罩它是可以去发光的，整个做旧的细节包括涂装也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来，我们再慢慢转到它的后脑勺，可以看到后脑勺的这个位置，它也有细节刻画，做的还是不错的。耳朵也行。我一直认为星战的系列除了之前的安纳金，其他的我都觉得还是做的挺不错的。我们把头雕拔下来，来看一下整个摘下面罩了以后的一个样子。首先你需要把这个头雕给拔下来，拔的时候当心啊，后面是有一根电源线的，这根电源线出厂的时候是藏在这个披风下面的，千万不要把它给拉断了，这个真的很麻烦，掰起来而且非常紧，它这个卡扣真的是非常紧。我们尝试把它给掰下来，我刚刚试过。好 OK， 头雕掰下来了以后，面罩头需要这样去拿下来，慢一点慢一点。里面是有防剐蹭的，包括背后都是有那个防剐蹭的一个小海绵垫在里面。电源线就是这个，相对来说做粗了一点，我印象当中以前的这个电源线还要细一点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一颗面雕，我个人觉得是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啊，整体还是非常帅的。可动眼的调节在底部，直接用手指就能去扣动它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眼睛也是比较紧，就是这个面部往下这里的这个涂装，如果你细看的话，确实会稍微糊一点。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戴上这个下方的面罩更加有压迫感一点。头雕这两个卡扣还是比较粗的，对准了以后按进去，卡上去，看一下整体还是不错的。就是整个身材比例因为身材非常壮硕，这个头感觉好像稍微小了一点，如果你不戴面罩的话，戴面罩稍微好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镜头拉远看一下整体。螃蟹手是没有办法的，它这个大臂甲真的是太厚了，整体的这个重量也是非常趁手，很高，高度的话跟达斯维达差不多。两边的肩甲都是球形关节，可以自己去活动，当然这两个可以拆下来，拆下来以后可以把你的披风给拿下来。披风呢，厂家只给了这一个造型披风，帽兜沿着周围都有一个造型铁丝，整个披风非常厚，双面造型铁丝也是给到了2根，左右两边可以去摆一些造型，垂感还不错，因为整个的重量还是比较重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全身的涂装。这个涂装说实话个人感觉还是稍微粗糙了一点，
特别是胸甲部分。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，整个胸甲呢，在我自己的第一感官上就是塑料感非常强，没有太多的金属质感跟立体感，就感觉特别是灯光一打，就明显这个就是塑料或者是软胶，一块胶附着在这个上面，而不是一个塑料件。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体式的上半身的这个甲胄，第一，它的可动非常差；第二呢，就是肉眼感官确实不大好，不管在灯光下怎么看啊，就是一个胶甲的一个质感，包括腰部、裆部，虽然说它还会做了一点污渍涂装在上面，所有的地方都有点污渍涂装，包括大臂甲。小臂甲做的还算可以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战损，包括一些战斗以后的一些伤痕，包括面板做的还不错，手型涂的也没问题。看一下左右两边，来看一下背部，我觉得整个战衣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特色，里面的这一身棉服应该就是用的达索伊达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，厚度我摸上去跟质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接下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小腿甲，小腿甲的话战损会多一点点，整体的这个靴子就是一个软胶一体式的，所以脚部的可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，很亮啊，包括这个鞋面把玩的时候，这两块地方，鞋面上这两块地方当心不要去弄断了，它是两个塑料，而不是一体式的一个软胶件，很容易断，很薄。在镜头拉远，整体的质感就是你在远距离看，或者是灯光打得暗了一点的情况下呢，还是不错的。近距离看，或者是你动手把玩的时候，就感觉手感一般。脖子这里的内甲也是一个硬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。首先头雕可动几乎是不及格，我觉得啊，抬头没有任何的一个可动。虽然说它是脖头分离的，但是它这个脖子是完全一点可动都没有的，除了往下可以这里陷一点点，其他的是真的没有。看，能往下，头雕360度是可以的，但是尽量避免大面积的这个动作，因为这里很容易蹭。左右侧头有一点点，也不能说没有啊，幅度还是非常小的。手臂可动，虽然说它这一个肩胛是活动的，但是整个的衣服太紧了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点撑了，所以平举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手臂往前来看一下，勉强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再往上拉的话也不行了。往后这么一点幅度，手肘部分90度可以稍微往上一点点，大臂旋转也有，手臂前拉后仰都是没问题的。胸腰可动的话肯定是前后左右侧腰都是0。 OK， 下半身侧踢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侧踢都不行了。前踢来看一下，差不多这么一点。后踢没有，大腿旋转有一定的幅度。这边的大腿甲两侧都是一个魔术贴，所以不用担心你掰的时候会不小心断了什么的，你可以直接给它撕下来。脚型旋转，前后还算可以，左右也有一定的幅度，比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可动好一点，因为它的这个软胶相对来说比较薄，没那么厚，所以脚的可动还行。屈膝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小幅度。整体呢，我感觉就是一个半可动的1:6。就这颗面雕，我觉得打分的话可以打个8分，非常不错。这个主体啥的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主体方面的话呢，咱们就看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
配件跟包装都有些什么好玩的？兄弟们，外包装常规的来看一下，首先依然是一个星战的风格，但是这一次非常非常重，而且包装也是比较宽的。可以看到正面就是咱们主体的一个半身像，下方有一张裸半张头啊，就是把帽兜给摘下来的一个造型，确实还是挺帅的啊。来看一下侧面也有一个全身的造型，背部就是厂家跟注意事项，本次的编号 VGM170。好，我们把包装给打开，抽开了以后会有一张传统的峰会，哇，裸头面罩，这一款真的是出货的时候还是非常心动的，特别是它那个大地台。OK， 打开了以后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是一个原力特效键，然后咱们的主体、手型光剑，还有这个巨大的地台啊，这东西确实挺占空间，说实话。然后本次的主体本来就非常非常大啊，很重。来，就一个单层啊，背部可以看一下是一个披风，底下是说明书。好了，包装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都有什么好玩的。好了，配件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说明书啊非常厚。首先这一面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啊，帽兜跟包括披风的这个可动范围，面罩的一个取下，披风的一个摘取方式，下方小尿袋跟供电方式跟亮灯的一个位置，两把光剑组装，背部光剑这个插上尿袋了以后的一个走线，它下面有提示，然后可以夹在地台上，地台的这个可动包括点亮方式，手臂特效键一个安装方式，有2种啊捏取的方式，还是挺帅的。下方呢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了，还是挺详细的，除了可动没有展示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型，手型给的确实不多啊，只有主体手上的2个放松手以外呢，就是一对握持光剑的手型，也是比较油的，比较亮啊，就当它是这个手套就是这么亮的，这倒无所谓。又是2个造型手，可以去安插这个原力特效键的。接下来拖裆小支架，配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台，这个地台想必也不陌生了啊，很多 HT 现在都用了这个，有一些可动。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一个地台的话呢，就是之前的1:6的再版的马克42，也是这样的可以去旋转的一个地台。地台下方的这些涂装呢，相对来说啊，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啊。这地台很重很大，点亮结构都是在这一边，我们可以来试着点亮一下，亮度应该还可以啊。我看一下，在下方这一边有一个 Type C 的一个插口，插上点亮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多的这个亮的一个小灯，还算可以吧。其他地方就没有太多的一个亮光了，这亮度也一般。好，我们给它关掉。地台涂装细节也就这样，常规 HT 的操作，没有特别亮眼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光剑，首先这一把不能点亮的，而且啊，这次光剑呢是没办法去别在主体的这个腰上的。来，光剑细节还是做的不错的，但是这2边开模非常锋利啊，特别锋利，把玩的时候要当心点。哇，这个很扎手啊，是我玩过星战这么多1:6的人偶里面光剑做的最锋利的，但是样子也是确实不错，而且又大。下方这些开模也是没有磨平，也是非常锋利，还不错。接下来能点亮的这个光剑剑柄，
传统的经典小尿袋一个，包括夹在支架上，包括别在腰上的这个小配件。手型的补件当然也有给到你，还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尿袋线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可以看一下咱们主体的背后啊，把这一个小配件给它抠开，这两个随便你插，对准了不要插反了啊，插反了这很容易坏啊。插上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去拿出这个小尿袋给顶上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线给捋一下。这个线呢，我感觉好像比以前粗了一点啊，摸上去这个质感跟以前好像也都不同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？线够长，能用。哎，给它，但是不是非常牢固啊？你装上去了以后，还是比较容易掉的，轻轻一拔就掉了。顶上。然后下方接取一个垫空位置，这我老容易插反了。然后我用普通的充电器也能点亮。打开了以后，效果很微乎其微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插对啊？它这个灯光呢，手臂跟胸口会有两个，再来试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这个能不能点亮，没啥反应，不知道是不是中奖了啊？应该不至于啊，这两个口为什么一个口都插不上，还是接触不良？我们再来换一个口，点不亮，哎，真气人呐！它说明书上的这个亮度感觉也一般，而且这种点亮方式非常麻烦。好了，就看到这儿，然后光剑的两把特效键。当然气泡里面依然是有的，其他的东西没了。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面罩的点亮，这个我还刚刚试过，还行，亮度也还可以。来看一下，关掉打开，还不错啊。就是安装的时候当心后半段的这里很容易夹到这个头雕里面，所以安装的时候要当心一点，不要给它弄断。好了，配件就这么多，整体的把玩体验呢一般，然后我觉得本款作品除了面雕以外，其他的都，没有让我特别的惊艳吧。在出货图的时候或者是预定的时候，我觉得拿出来还是非常非常帅的，看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冲动想早点玩。但是这一次大货出来了以后，整体的质感一般，也不能说差。只能说是咱们 HT 的常规的操作水平了。好了，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本期小马哥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